Salam，大家好，Welcome to Iran，欢迎来到伊朗。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之前呢，大概有1个多月没有更新视频了，主要啊是因为我在伊朗已经有1个多月了。伊朗呢现在访问国外的网站啊都有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之前的头巾革命嘛，所以在伊朗现在上网必须得使用 VPN。但是用 VPN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免费的 VPN 基本上是用不了，收费的 VPN 呢，它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像我用的这个 VPN 呐，就是上传视频总是断，所以弄得我就是这1个月我就没办法更新视频了。我之前在格鲁吉亚以及在亚美尼亚拍摄的视频啊，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冬天拍摄的嘛，所以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我就暂时不更新，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上传。然后现在呢，我就从伊朗的视频开始更新。我这是第2次到访伊朗，而且我这次打算在伊朗停留2到3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伊朗各个主要的城市都逛一遍，而且每座城市我打算停留1到2周。这样的话，我可以比较深入的了解各个城市。这样拍摄的视频应该会更加详细，对大家来讲应该也会有更多的参考价值。所以呢，现在呢是我第1期视频。这期视频呢，我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下伊朗这个国家以及在伊朗旅行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帮助。伊朗的全称呢叫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古代的时候啊称为波斯。和我们中国的关系真的是源远流长。像我们在电视里面经常听到的那个明教啊，就是来自伊朗的拜火教。不过呢，拜火教现在在伊朗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因为伊朗已经伊斯兰化了嘛。历史上的波斯帝国也一度辉煌过，也是世界上数1数2的国家。但是呢，由于近些年伊朗被美国制裁，经济状况非常不好，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所以呀，我们来这边旅游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外的银行卡在这里无法使用。这一点对我们游客来讲还是非常不方便的。但是呢，伊朗的历史足够悠久，又曾经辉煌过，所以有很多地方啊都值得去看一下。每年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也非常多。那么在伊朗旅游需要注意些什么？像我们中国的护照可以在这里免签21天，而且入境之后呢，你还可以延期。延期的话，最长呢可以延期3个月。像我呢，这次呢就延期了2个月。是这样的，他盖一个这样的小章，就延期到5月27号。这2个月延期费用呢是70万里亚尔，大概相当于1.2欧左右吧。反正人民币不到10块钱。这个问题啊，大概是最简单的。因为呢，它既不需要核酸 PCR，也不需要看你的那个疫苗接种证明，甚至连盖章都不需要，直接录入你的护照信息，然后就直接放行，任何问题都没有问，这一点还是非常方便的。像我们中国有直航到伊朗，好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有，像乌鲁木齐好像也有直航的班机到达伊朗。从国内坐飞机来的话还是很方便的。但是今天呢，我要着重和大家讲一下陆路入境。有3个国家可以陆路入境，第1个呢是土耳其，第2个呢是亚美尼亚，第3个呢是阿塞拜疆。从土耳其陆路入境的话，我没有这样操作过，但是呢，我住的青旅里面有很多土耳其人，他们就是陆路入境过来的。像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者凡城，它都有大巴可以直接到达这里，也可以坐火车。但是现在呢，因为 COVID-19 的原因，火车停了。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重新开，但是坐大巴是没有问题的。这3个城市都可以坐大巴过来。然后就是亚美尼亚，我这次呢就是从亚美尼亚坐大巴过来的。从亚美尼亚坐大巴呀，价格呢是2万德拉姆，就亚美尼亚的货币，人民币呢大概是340块钱，美元大概是50美金，大概就这个样子。但是呢，你可以还价，
在亚美尼亚的共和国广场那里坐车的话，它有一个办公室，那边坐车的话比较贵，基本上也还不了价。你去埃里温的车站，看到有很多写了波斯文的那种办公室，你去那里问价格，像我就去那里问价格，然后那个讨价还价，最后给我是1万德拉姆，这便宜了一半呢，也就是170块钱人民币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还价，你不还价的话就会亏很多。从亚美尼亚坐大巴的话，应该是上午10点钟，啊不对，是11点钟，11点钟出发，然后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到达德黑兰。如果你去大不里士的话，是在凌晨，这一点呢就比较麻烦。凌晨的话，你去住的地方嘛就不是很方便，而且你买车票去大不里士跟买车票去德黑兰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从亚美尼亚到伊朗的话，最好呢还是选择先到德黑兰，到达德黑兰之后再去大不里士。然后另一个呢，就从阿塞拜疆过来。阿塞拜疆的话，我是从2019年坐大巴从阿塞拜疆过来的。阿塞拜疆的话，它有一个城市叫阿斯塔纳，在伊朗这边也有一个城市也叫阿斯塔纳。就在边境的两个城市，它两个城市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都叫阿斯塔纳。从巴库坐大巴或者坐火车都可以到阿斯塔纳，但是呢，无论是大巴还是火车，它都不到那个边境口岸，它只能是到达它的那个停车点。像大巴的话，你加钱给它，它可以开车开到那个边境口岸。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你就得自己打车到口岸了。你也可以走过来，但是走的时间非常长啊。到达口岸之后，你直接过境，直接到达伊朗这边。到伊朗这边过境之后，就到达伊朗的阿斯塔纳。具体坐车的费用呢，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时间真的太长了。反正呢，你们来这边的话，从这3个国家都可以，陆路入境，坐大巴可以直接到达伊朗，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当地人的语言呢，主要是以波斯语为主，然后北部呢，它是以阿塞拜疆语为主，因为北部它有2个省份，一个是东阿塞拜疆省，另一个是西阿塞拜疆省，所以阿塞拜疆族啊，也是伊朗的第2大民族。但是呢，整个国家是通用波斯语，英语的普及率不是很高，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英语，偶尔会说1-2句，就是问你伊朗 good， 就问你伊朗好不好。所以啊，建议大家来的时候啊，下载一个谷歌翻译，离线的语言包，这样的话，你们在和当地人交流的时候啊，会比较方便一点。要不然，如果碰到不会英语的人，沟通就会比较麻烦。伊朗的钱币啊，叫做里亚尔，我给你们看一下。那就这样的，给你们看啊，这个是200万的，我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了。然后这个呢是100万的，这个是100万的，50万的没有，然后这个是10万的，然后还有一个50万的，反正就是这4种货币是最主要的。它的货币单位呢叫做里亚尔。但是呢，当地人呢更喜欢用图门。图门呢，就是正常来讲，像这个10万元的里亚尔，当地人一般称呼它为1万图门，也就是说里亚尔减掉一个0，就是图门。但是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图门这种货币的，真正的货币就是里亚尔，它只不过说的时候把减掉一个0来说。像10万的里亚尔就是1万图门。100万的里亚尔就是10万图门，就这个样子。这是正常的说法。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货币是新的货币嘛，它新的货币有一个什么特色呢？你看一下啊，它看到这里吧，这写的这里是10万，看到了吧？但是呢，旁边呢，这里呢，它就写了一个10，因为它是通货膨胀非常严重，货币贬值非常厉害，所以它新的货币啊，就想把那个后面的万给去掉。然后慢慢的用这种去掉万的货币来代替，所以现在呀，像我们这种10万的里亚尔，有的人就讲10图门，有的人讲1万图门，所以呀，对我们外国人来讲，其实是很难分清楚的，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像你们问别人价格的时候啊，你就直接问他多少里亚尔，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伊朗啊，它是被经济制裁的国家嘛，所以我们国外的银行卡，不论是 Visa、万事达还是银联，在这里都是无法使用的，甚至连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功能都用不了。你微信可以聊天，但是支付功能是用不了的。因为我当时用这微信支付买那个 VPN 嘛，他说你所在的地区不支持支付，所以我只能让我国内的朋友帮我支付。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你们来伊朗旅游啊，一定要带现金，带足够的现金才行。然后呢，伊朗的货币的汇率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上面呢是汇率的中间价格。你兑换的时候啊，绝对换不了这么高啊。这个你们兑换货币的时候啊，伊朗有一些换钱所，或者说你在你住的青年旅社也可以换钱。一般的换钱的汇率啊，都比这个网站上公布的中间价格要低到5到10个点，反正汇率不是很好。除非你是找那种私人的换钱，因为在很多换钱所附近呢，就有很多个人在那里问你要不要换钱。在我们青年旅社也有人是从他们那个私人那个地方换钱的。因为它的汇率好嘛，所以看你们自己怎么想法了。如果你觉得放心的话，就可以找私人换；如果觉得不放心的话，那就找换钱所换吧。换钱所换的汇率就是要比这个网上公布的汇率要低到5到10个点。在德黑兰呢，换钱所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地铁站附近。你出了这个地铁站，然后附近就可以看到很多换钱所，你可以多比较几家。而且啊，我建议大家啊，换钱啊不要换那么多。为什么呢？像我2019年来的时候啊，那次我换钱的汇率是1万美金，大概是1美金大概是可以换到25万到30万里亚尔那样的。现在呢，1美金可以换到50万里亚尔，因为当地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货币贬值非常严重，所以呀，每天的汇率都有可能差很多。所以你换钱呐，要用多少换多少。像我每次都是换10欧元、20欧元这个样子，我一般不会换太多钱，因为换太多钱的话，万一突然货币贬值的话，那我就白换了，是不是？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换钱，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对了啊，这边也可以换人民币，但是人民币的汇率非常非常差，所以你们一定在国内先换好美金或者欧元，这两个是最主要的。那其他的货币在这里基本上汇率都不是很好。可能好一点的土耳其的里拉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因为这里有很多土耳其人嘛。那其他的货币真的就非常不好了。反正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准备，这样会比较好。因为伊朗啊是被经济制裁的国家，所以我们在伊朗预订酒店就非常麻烦。比如说Booking 啊、Agoda 啊，或者是 Airbnb 啊，在这里就用不了。像能用的、能选择的余地非常少。像那个 Hostworld 这个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是 TripAdvisor，也就是那个猫头鹰，这个也是可以用的。像 Hostworld 呀，它局限性也非常大。比如说在大城市还好一点，你去一些比较小的城市，用 Hostworld 也搜索不到那个住宿信息。所以呢，这里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们在地图上搜索，在地图上找了以后看别人的评论，然后根据评论你再去这个地方，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当沙发客，这个在当地还是比较有人气的，因为伊朗的沙发主啊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所以你们可以下载一个 Consurfing，然后当一个沙发客，这样也是可以的。不过你们要注意啊，当沙发客的话，一定要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是那个嘛，是被制裁的国家，你用不了各种银行卡都用不了，你只能带现金。所以很多沙发主啊，知道我们每个游客身上都可能会带有很多现金，所以这一点呢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事情发生。反正你们自己注意吧。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能找到 hostel 的，最好找 hostel；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你们再看看其他的方式吧，通过地图搜索也好，或者做沙发客也好，反正在这个地方，找住宿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但是还是可以找到的。只要你慢慢去找，其实还是可以找到的。出行啊，首先就要用到的地图。一般来讲，我去国外旅游啊，用的最多的是谷歌地图。这个也确实是非常方便。但是呢，在伊朗啊，就是谷歌地图不是那么方便。它虽然可以用，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伊朗当地的公交信息、交通信息它是查不到的。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地图，这是俄罗斯的一个驴友给我推荐的。这个地图确实很好用。你去那个地方之前，先下载离线地图包，下载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它这个地图啊，好用的地方在哪里呢？它不仅在离线状态可以查到步行的那个路线，甚至在离线状态你也可以查到地铁信息，这个是相当相当好的，在离线状态可以查到地铁信息啊。所以我在伊朗我没有买当地的电话卡，我就用这个离线地图，非常方便。然后呢，你在伊朗啊出行还需要买一张交通卡，像德黑兰需要买张这样的交通卡。这个交通卡呢，坐地铁、坐公交都可以。你坐公交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卡的话，你可以付现金。但是呢，坐地铁的话，你就没办法付现金了。而且在那个地铁站里面，你给这个充值啊，你是不可以付现金的。如果你要充值的话，你去地铁站让当地人帮你刷卡充值，然后你把现金给他，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大多数当地人还是很乐意帮你这个忙的。像我一般刷卡像我一般充值就是这样充。另外呢，当地的大巴车票也是可以在网上预订的。它有一个网站叫阿里巴巴，最后是点伊朗。但是这个网站呢，我们外国人预订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它需要银行卡，也需要当地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倒相对的简单一点，银行卡就比较麻烦，因为国外的银行卡是用不了的，只能用当地的银行卡。解决办法呢，也是让青年旅社的人帮你预订。比如说你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啊，让他帮你预订，直接打印出来那个车票，你去车站坐车，这样也是 OK 的。这个很简单，直接去那个电信公司去买就可以了，带上你的那个护照，或者说在你住的青年旅社，让他们帮你在网上买，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呢是，很多人买信用卡的时候啊，就是发现他的那个护照没有注册。什么叫护照注册呢？就是你入境的时候，护照就会自动注册。但是有一些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是他们系统的问题，就是查不到护照注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买不了 SIM 卡啊，除非你是有当地的朋友，让当地的朋友帮你买。这边的网络真的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差，就是你普通上网的速度都很慢。尤其是访问美国的网站，都需要用到 VPN。像我们中国的网站，很多网站也需要用到 VPN。所以啊，现在在伊朗啊，VPN 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像一般免费的 VPN 啊，都用不了。偶尔能用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慢，连接的话要等个半天，经常连接不上。所以一般都是用收费的。然后还有啊，VPN，付款的话，在这里你没办法付。第一，银行卡用不了；第二，连支付宝、微信的付款功能也用不了，这个很麻烦，非常麻烦。所以你最好是在其他地方就先下载好 VPN，并且购买好，要不然的话你直接到这里来，然后再购买 VPN 的话会比较麻烦。整个国家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安全，就是至少我出去的时候，晚上出去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啊，唯一一点就是要注意交通，这边的交通非常复杂，尤其是德黑兰，他的那个摩托车啊，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他们当地人开摩托车感觉跟发了疯似的那种，反正你就得注意了。你第一个是看好红绿灯，第
第二个是，即使是绿灯，你过马路的时候也得看好那个两边的摩托车，要看两边，不是看一边，两边都得看，因为他们这边开摩托车的人真的是发疯的一样。而且啊，不要玩手机。据说在这边，如果你在路边玩手机的话，开摩托车的人有可能会抢你的手机。这个我没有遇到了，也没见到有人抢手机，但是呢，反正你自己注意一下吧。这边开摩托车的人确实特别的疯狂，开的特别快，反正你得注意一下。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整体上来讲，这个国家还算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其他的呢，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再有问题的话，我会等离开伊朗的时候，我把这次没有讲到的内容，到时候我会在离开伊朗的时候再总结一下，然后再和大家讲。行，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